注意看，阿 Sa 接到沃尔玛防损部门报告，一位身穿红色背心的老哥刚刚完成了一场零元购。尽管阿 Sa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，但怎奈老哥去意已决，加上阿 Sa 并不想玩命，所以尽管来的刚刚好，但依旧是只能目送老哥离开，就连车也被老哥蹭了一下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这位阿 Sa 才刚起步就已经跟丢，我们直接切换到队友的镜头。这位阿 Sa 还没赶到现场，就和老哥转角遇见爱，这突然出现的氛围灯吓得老哥连忙 say goodbye。不过阿 Sa 的表现确实叫人意外，这么窄的路还能一把掉头，属实有些帅。但是老哥的车速比他想象的要更快，转眼就已经去到了200米开外。雷达显示，老哥的时速已经超过了120公里。这条路上的路口极多，阿 Sa 根本不敢像老哥那般加速。这里位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，从下午6点45接到报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3分钟。加入了这支追捕小组的阿 Sa 已经超过了5人。可以看到，阿 Sa 的前方已经有了一位队友，但是新加入的队友并不知道老哥所驾驶的是辆什么车，他们只能从早已落后不少的阿 Sa 口中得知，这是一辆银色的掀背车。而我们从前面的镜头可以看到，这是一辆日产 Note， 对应的车型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力威，它搭载 1.6 自吸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09，这个动力比轩逸还要低上不少。在这个动不动就 V8 的地方，确实有些不够看。但叫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正是这样一辆不起眼的小车，让多位阿 Sa 都拿他无可奈何。就在此时，前方的队友传来消息，说他跑了半天都没有看见银色的掀背轿车，是不是消息有误？老哥根本没往这边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赶紧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本以为老哥是小黄鸡，没有想到角色互换，阿 Sa 这一队都是小黄鸡。这才短短的3分钟，就已经有3位阿 Sa 被甩开，真是印证了那一句“曹丕老婆扯裤裆，真基尔拉胯”。还好这不是俄亥俄的州警，不然里子面子是一点都不剩。事情到这里本来已经结束，但要说这老哥的运气是真的不佳，明明已经摆脱了多位阿 Sa， 却是在2分钟后，因为车速过快，被另一个小组的阿 Sa 当超速给盯上，于是又被迫开启了新的匹配。阿 Sa 的雷达里显示，老哥刚才的车速已经超过了180公里，1.6自吸的车能踩到这个速度，只怕是恨不得将脚伸进油箱里。趁着现在车少，阿 Sa 奋起直追，终于是勉强能在前方看见一个小白点。随着阿 Sa 的车速达到200，这个小白点也变得越来越大，看来总算是有阿 Sa 能够扳回一城。此时老哥毫无预兆的向右连变了多个车道，几乎是贴着护栏下了匝道。尽管阿 Sa 非常极限的跟了上来，但眼看就要缩短的车距又一次被拉开，前方就是分岔路口。就在要失去老哥的行踪之时， NPC 主动让出了车道，小白点再次出现在视野之中。好家伙，这老哥好生狡猾，虽然上了匝道，但是并没有下高速。但凡阿 Sa 再被 NPC 多耽误一会儿，就会惯性的以为老哥已经下了高速。看着老哥不是善茬，阿 Sa 立刻呼叫队友。直到阿 Sa 向总台描述了这辆车的外观，这才意识到2支小组追捕的老哥是同一位。本以为是普通的超速，没想到这一下涉及了零元购，甚至还有袭警。当得知老哥已经甩掉了3位队友，阿 Sa 可不想成为老哥的第4个经验值，于是他立刻加大了追击的力度，车速再次突破200。但前方的车流逐渐变多，阿 Sa 一时间看不见老哥的尾灯，难不成是又要跟丢一次吗？没有想到一辆 1.6 自吸的车居然如此难缠，简直和每天都会冒出来的胡须一样，都是硬茬。快，奔腾小星锤申请匹配，近40年的国货大品牌，首创了便携式3头剃须刀，到手只要100多，把胡茬剃得太干净了，脸颊下巴都能反光，小机身大能量。它的3亿立体浮动刀头配合13.5万次每分钟的切割速度，紧贴2颊下巴，攻打人中唇沟，多硬的胡茬都不是对手。专门设计的双环弧面刀网，丝滑剃须一顺到底，工作压力大爆痘的时候也能用，不用担心血光之灾。兄弟们选剃须刀，一看方便，磁吸刀头能拆洗；2看实用，干湿剃须全兼顾；3看颜值，外观高级超有面；4看耐用，自研磨刀头越用越锋利，比阿 Sa 转弯都丝滑。像我平时出差旅行都随身带着，电量足，续航能用1个多月，需要就来评论区领券，保价送1险，自用或者送礼都不错，充就完了。看来在这样的匹配当中，更为看重的还是车技。一直到阿 Sa 超过了一波又一波的 NPC， 才终于在前方的车缝之中看见了老哥。此时2人之间的距离至少还有300米，按照车辆动力上的差距来讲，应该不需要半分钟就能跟上老哥。但是看到老哥的驾驶行为如此激进，不断的在 NPC 里左右穿梭，一时间让阿 Sa 不敢靠得太近，生怕再次刺激到了老哥。这样的想法如果让马修斯知道了，恐怕得笑掉大牙。从
第一位阿 Sir 赶到现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分钟，但双方的战况依旧焦灼，看样子一时间难分胜负。就当不知道还要拉扯多久的时候，老哥却是突然改变了线路，又一次毫无征兆的下了匝道。看来他也是在想办法破局，毕竟拖的时间越久，对他来说就越不利。而此时老哥距离哥伦布的市中心也变得越来越近。按照规定，这老哥犯的事儿并不算大，一旦 NPC 过多，局里就极有可能终止行动。果然，这老哥一下高速就朝着市区的方向转弯。阿 Sir 见状也是第一时间就把老哥的动向汇报给了队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哥算好的，这个角度刚好对着刺眼的夕阳，这让阿 Sir 空有动力，却是根本不敢加速。看着老哥在前方，却只能目送他渐行渐远。而就在老哥一穿4即将完成消星之时，对讲机里却是传来了队友的声音。不得不说，这位老哥的运气真的是差到了极点。一位队友在巡逻时，居然再次碰见了老哥。此时，这位队友正在路上悠哉悠哉。得到消息后，他立刻盯上了左侧的后视镜，只听嗖的一声，一道白色的身影冲了过去。雷达显示，老哥的车速已经超过了130公里。在这样的视线条件，在这么窄的路况下，还敢开出这般速度，看来老哥也是拼起了8字。而就当两人被太阳晃到睁不开眼，被迫减速时，前方却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型转盘，两人一左一右绕开，发现老哥居然撞在了门柱上。看来是刚才的车速太快，突然出现的转盘让他措手不及。没有想到，差点就1传5的老哥居然被这样终结。来看一下老哥的情况如何，车头严重溃缩，就连后轮都变成了外八。看来刚才在转盘，老哥有过救车的操作。靠近一看，全车气囊全爆 ，A 柱虽然没有明显的变形，但是车门却是打不开了。而不论阿 Sir 如何呼叫，车里都是没有任何反应。直到阿 Sir 拉开了车气帘，才发现车里两人早已重开了游戏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克里斯托弗·里德，47岁，副驾上是他的妻子凯莉·怀斯。两人当天在沃尔玛以及附近的店子多次零元购，被阿 Sir 盯上后一路狂奔，一度甩掉了5位阿 Sir。就在即将完成消星之时，却是率先完成了销户，也算是达成了比翼双飞的成就，永远的获得了自由。而更为讽刺的是，两人撞上的这根石柱，居然是一座公墓的大门，这是一脚油门直接到达了人生的终点，一时间竟有些啼笑皆非。对此也只能告诫在座的各位老司机，别看平时阿 Sir 都是跑到200多，但实际上60就能让一辆车彻底报废，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